深夜的图书馆，黑暗和安静中隐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感。书架上排列整齐的书籍看似平凡，却仿佛藏着某种难以触碰的秘密。我很少听到有人提及这座图书馆，除非是在酒后的闲谈中。人们都说这里有鬼，但这不是你从灵异节目里听来的那种随口吓唬人的故事。这里的鬼魂每一晚都在重演着他们的死亡，像是被困在一场永无止境的轮回中。我的朋友路易莎就是唯一能打破这场诅咒的人，但代价呢？有些东西或许永远都无法释放。路易莎刚接手这份工作时，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。霍普图书馆是他的新工作场所，这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建筑，外墙爬满了枯藤，屋内充斥着湿气和发霉的气味。他的上司告诉他，这里的人流量很少，尤其是夜晚几乎不会有人来。很好，不会有人打扰我的清静，他心想。第一个星期的夜班平静无事，他将时间花在整理书籍和检查架上的破损书本上，偶尔泡上一杯热茶，坐在接待桌后的椅子上静静地看书。直到某个夜晚，一件怪事发生了。那天接近午夜时，路易莎在巡视时听到了微弱的脚步声，声音从馆藏区深处传来，每一步都踩得轻而稳，像是有人特意不想惊动他。他以为是有人偷偷进入，便拿着手电筒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然而，馆藏区空无一人，只有老旧的书架矗立在昏暗的灯光下。他正准备离开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书本掉落的声音。他猛地回头，看见地上散落着几本书。当他弯腰捡起其中一本书时，看到内页上有模糊的红色印记，像是溅出的血迹。次日，他将书上的血迹归结为错觉。或许是因为夜晚的灯光不够明亮，让他的视觉出现偏差。但他心中隐约觉得不安，于是趁着白天翻阅图书馆的历史档案，试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霍普图书馆并非原本就是一座图书馆，它曾是一名富商威廉·霍普的私人宅邸。这位霍普先生在镇上名声显赫，经常举办华丽的晚宴，吸引了许多名流。然而，50年前的一次晚宴成了这座宅邸的分水岭。根据报纸记录，那是一场命案。一个夜晚，5名宾客在霍普宅邸的不同房间内接连死亡，死状各异。唯一的幸存者是霍普家中的女仆玛丽，她声称自己毫不知情，却因为当时的证据不足而被指控为凶手，最终被判绞刑。案件结束后，霍普宅邸迅速被遗弃，多年后才被改建成图书馆。然而，关于那场晚宴的流言蜚语一直没有停止。有些人说女仆玛丽被冤枉了，真凶另有其人；也有人说霍普宅邸本身就是罪恶的根源，那晚死去的人灵魂永远无法安息。事情开始变得更加诡异。几天后的午夜，路易莎在馆藏区再次听见了脚步声，但这次她清楚地看到了一道模糊的人影。一个穿着旧式晚礼服的女人，手中提着一个小巧的银色手包，脚步轻盈地穿过书架间的通道。路易莎跟随那道影子来到了一张桌子前，桌上摆着一本未翻开的书，封面泛黄，印着星号星号霍普家族晚宴名单星号星号的字样。他伸手去触碰那本书，却猛地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他手心穿透了进去。从那天起，午夜时分，图书馆内总会上演一场灵魂的戏剧。一个男人握着酒杯从楼梯上摔下来，鲜血溅满地面。一名年轻的侍者捂着喉咙翻倒在桌边，嘴里吐出泡沫。一位衣着华丽的绅士被尖锐的匕首刺入胸膛。他们的身影总是在演绎完死亡的瞬间后突然消散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但这些灵魂的影像开始逐渐注意到他，他们的眼睛空洞，却会不经意地转向他所在的方向，有时甚至在他耳边低语。路易莎知道，他必须找到真相，
才能摆脱这些诡异的现象。白天，他翻阅更多的报纸，找到了一些关于霍普的私人记录。他发现霍普在晚宴当晚就失踪了，而他的财产后来也被政府收归所有。然而，他并没有找到霍普是如何死去的记录。唯一的线索来自一篇不起眼的文章，有目击者声称，在女仆玛丽被捕的前一天晚上，曾在宅邸的后院看到几个不明人影，像是在挖掘什么。这让路易莎更加坚信，那晚的谋杀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秘密。午夜时分，路易莎再次巡视图书馆，试图寻找灵魂的线索。这一次，她听到了某个灵魂的低语：地下室，找到日记。她照着指引来到了一扇上锁的门前。这扇门多年未被使用，上面覆满了灰尘和蛛网。她用了整整1个小时才成功将门打开。地下室的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味，地面上铺满了厚厚的灰尘，墙壁上还有几道深深的抓痕。在房间的角落，他找到了一个锁住的木箱，木箱中藏着一本日记和几件血迹斑斑的衣物。他翻开日记，才发现这本日记属于霍普。日记记录了当晚晚宴上的惊人计划。霍普企图利用这场聚会掩饰他的非法交易，并毒杀所有可能泄露秘密的宾客。而女仆玛丽只是他用来掩盖罪行的牺牲品。路易莎知道，释放灵魂的唯一方法是揭露霍普的罪行，让他的灵魂承担罪责。他将日记带回炉火旁，点燃火焰。伴随着日记被烧毁，图书馆内的灵魂纷纷出现。他们的影像在火光中颤抖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种释然的情感。一名妇人微微点头，然后像烟雾般消散。一位绅士露出感激的微笑，逐渐模糊不见。然而，就在最后一缕灵魂消失时，霍普的鬼魂突然现身，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红光。他咆哮着：“你以为可以释放他们？不，我才是这里的主人！”一道无形的力量猛地将路易莎拉入黑暗中，她感到自己的身体逐渐变得轻飘飘，像是失去了重量。当她醒来时，发现自己仍然站在图书馆内，四周的灯光昏暗，书架静静地矗立着。她走向出口，却发现大门已被锁住。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，发现它们变得半透明。她试图尖叫，但声音被黑暗吞噬。桌上的一本书突然自动翻开，书页上浮现出一行血红的字：“欢迎成为霍普图书馆的新守护者。”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